有一種人，出道20年，始終沒有熱搜體質，沒有什麼4 X 大戰，沒有炸裂瓜可吃，但你偏偏就是忘不了他。她是4彈雙冰裡的那個冰，是第一個以華語演員身份出演好萊塢男女主對戲的女演員，是連續高燒22天還撐在澳洲片場拒絕回國的那個人。她叫李冰冰。今天我們不聊那些流量小花，不聊誰的數據漂亮，來聊聊這個在娛樂圈裡真正靠愚公移山4個字活下來的女人。1973年，李冰冰出生在黑龍江省伊春市。這不是一個容易出明星的地方。父親是礦工，家境普通，童年並不寬裕。他從小沉默內向，不會撒嬌，最怕的事情就是給別人添麻煩。這種性格底色，後來在他整個演藝生涯裡都留了烙印。高中畢業之後，他沒有馬上去追什麼演藝夢，他先去當了音樂老師。是的，李冰冰最初的職業是音樂老師。那時候的他，大概誰也沒想到會走上表演這條路。直到20歲，身邊人覺得他形象好，建議他去考戲劇學院。他只準備了幾個月，就以超過錄取線30分的成績考進了上海戲劇學院。注意，這個細節很重要，工作了幾年之後再去參加藝考，還是以高分考進的。這不是偶然，這是他後來一次次打破自我邊界的第一個預演。上戲4年，他不是最出風頭的那個，但他是最努力的那批裡的其中一個。1997年畢業，隨後就進了劇組。1999年，李冰冰主演的電影《過年回家》拿下了第13屆新加坡國際電影節最佳女主角。但真正讓她被大眾記住的是2000年的《少年包青天》，她在裡面飾演的林楚楚，機靈、俏皮，那種清秀裡帶着靈氣的勁兒，讓當時的觀眾一下子記住了她。隨後是2004年的《天下無賊》，她飾演的女賊小葉，嫵媚又危險，拿到了百花獎最佳女配角提名。整部戲她的分量不算最重，但她的戏份被人記住了，這就是本事。2006年，雲水謠，她憑這部電影拿下了大眾電影百花獎最佳女主角、中國電影華表獎優秀女演員。這是她第一次真正意義上在電影圈確立地位。但真正把她推到頂點的是2009年的《風聲》。這部戲裡，她飾演李寧玉。全片最重的一場戲是長達10多分鐘的刑訊場面，她幾乎全程在承受摧殘。那種表演的強度，那種撐着骨氣不倒下去的勁兒，是那個年代華語銀幕上非常罕見的東西。結果是，她憑借《風聲》拿下了第46屆台灣電影金馬獎最佳女主角。這年她36歲，不是年少成名，不是靠顏值走捷徑，是熬了10幾年，等到了那個真正屬於自己的角色。外界送給她4個字：大器晚成。而她自己說，我始終相信愚公移山。那一年，她的另一個記錄被媒體披露出來。2009年，李冰冰工作了327天，一年365天，她工作了327天。金馬影后之後，李冰冰做了一個很多人覺得冒險的決定，進軍好萊塢。2010年，她與華誼兄弟合約到期，成立了自己的李冰冰工作室，同時開始系統性的規劃國際路線。2012年，她正式簽約美國頂級經紀公司 Utah， 隨後只身前往洛杉磯，花了將近半年時間進修英語。要知道，她當時的英語基礎據說跟零基礎差不多。但他怎麼做的呢？所有他不認識的單詞，他都用手機一個個查，標注好，隨身念。據說那些台詞他用 DV 全部錄了下來，早起晚睡反覆模仿。他說那批台詞他這輩子都忘不了，已經融進了血液。後來他能在聯合國環保活动上全程英語主持，能在美國脫口秀節目上和嘉賓流利互動。好萊塢的路，他一步一步走得很清醒。2012年，《生化危機5》，很多人說他打了醬油，他沒有否認，他承認這是一個學習的機會。2014年，《變形金剛4》，角色比上一部有分量，他飾演女科學家蘇月明，但真正的代表作是2018年的《巨齒鯊》，他在裡面飾演女科學家張蘇茵，而且是名副其實的女1號，和傑森·斯坦森對戲。
這部電影在中國內地拿下了超過10億票房，海外首周末收穫近1億美元，在29個市場拿下周末票房冠軍。李冰冰成了第一批在好萊塢站穩女主位置的華語演員之一。美國媒體的評價是，李冰冰以亞裔身份飾演好萊塢女英雄，但這榮耀背後，沒有多少人知道她在片場吃了什麼苦。巨齒鯊大量是水下戲，冷水，長時間閉氣，她本人怕水，是真的怕水。據說最初劇組找她的時候，她因為這個原因拒絕過，但她最終接了，而且拍攝過程中堅持不用替身，幾次在水下因為闭氣導致身體出現應激反應。提到李冰冰，有一段經歷很多人都聽說過，但細節未必都知道。2015年12月，她趕赴澳大利亞準備拍攝新電影，抵達第2天開始發燒，然後就是漫長的22天，體溫一直在37.5度到41度之間反覆波動，當地醫生始終查不出病因，她就這樣扛在那裡，拍不了戲，但也沒有就此回國。12月14日那天，她高燒到38.9度，仍然沒有離開，直到實在撐不住才回國就醫。確診結果是化膿性扁桃體炎，扁桃體已經全部白成一片，不能說話，不能進食。這不是最觸目驚心的部分，最觸目驚心的是，她住院1周之後就出院復工了。有人說這是敬業，有人說這是透支，有人說這是一個女演員對自己殘酷的要求，也許都對。但有一件事是確定的，她後來的身體狀況一直沒有徹底恢復。她自己在一篇公開的長文裡寫過，這幾年總是感覺非常疲憊，眼睛疼，沒有力氣，失眠。這些代價，那22天的高燒大概不是唯一的原因，但一定是其中的一部分。一個1年工作327天，怕水還去拍水下戲，高燒22天撐在異國他鄉的人，他不是不知道身體的極限，他只是習慣了把工作放在極限之前。巨齒鯊之後，李冰冰的公開作品越來越少。2022年，她回歸出演《平凡英雄》，飾演一位參與救助新疆和田段壁男孩真實事件的空乘，拿下了第19屆中美電影節電影類最佳女主角。這部戲跟她之前大部分作品的風格不同，沒有大場面，沒有商業類型，有的是真實事件裡人性的質感。很多人把這次回歸看作她轉型的一個信號，不再追求曝光量，而是更在乎選擇的意義。與此同時，她在做另一件事，當老闆。她的李冰冰工作室簽約了古力娜扎、趙麗穎等人，作為經紀公司運營，據報道年收入過億。還有一個細節，她的妹妹李雪是她多年來的核心團隊成員，也是她最重要的合作夥伴。天下無賊、雲水謠、風聲、變形金剛，很多讓李冰冰走對的劇本選擇背後都有李雪的判斷在起作用。李雪是妹妹，但在工作上她更像一個成熟穩重的大姐，在護着她走。但這段關係裡也有過一段難以言說的錯位。早年為了規避娛樂圈對女演員年齡的苛刻審視，兩姐妹對外一度顛倒了年齡順序，謊稱李雪是姐姐，李冰冰是妹妹。這是後來引發了不少爭議。李冰冰最終在李雪的婚禮上當眾說出一句話：這些年姐姐欠你太多了。她承認了，她把那段錯誤擔下來自己背。李冰冰的感情生活一直是外界好奇的話題，沒有公開戀愛，沒有走上紅毯，至今未婚，也沒有子女。娛樂圈把這類人貼上各種標籤，但她基本不回應。她有過若干段被媒體報道過的緋聞，包括和朱孝天據說曾經拍到兩人在酒店走廊相擁的照片，他的回應是好朋友。在一檔綜藝節目裡，他曾經談到過和父母之間的關係，說自己一直想成為父母眼中最完美的孩子，因為執着和父母在生活方式上有分歧，沒有少互相傷害。錄製完那期節目，他才開始勸自己放鬆一點，學會退讓，學會把自己照顧好。他說過一句話，努力進取沒有什麼不對，但一根彈簧不能一直緊繃，鬆弛有度才是最佳狀態。這句話放在他整個人生軌跡裡，有一種說不清的苦澀，因為他本人其實很長時間都活成了那根一直繃着的彈簧。2025年，
李冰冰登上了時尚芭莎5月刊的封面，照片拍得很生機，穿越不同場域，展現四季輪轉的質感。2025年9月，她正式擔任亞太文化交流大使。2026年初，她出席了微博之夜，公開亮相。同年4月，參演的電影《這就是青春》上映。她還在，不是強行維持熱度的那種在，是一個沉澱過、經歷過、想清楚了自己要什麼之後的那種在。有人說她過氣了，有人說她半退休了，但你去看那些寫她的文章下面的評論，還是有一批人很平靜地說喜歡她，不管她在不在熒幕上。這種喜歡不靠算法餵養，不靠數據維繫，是那種看完《風聲》記了10幾年的喜歡，是一種經過時間檢驗之後留下來的東西。我們這個時代容易追捧速成，容易為流量折腰，容易把爆當成唯一的成功標準。李冰冰的故事裡沒有這些。她20歲當音樂老師，入行晚；她36歲拿金馬，成名晚；她40歲才在好萊塢站穩。她拼出了一身傷，換來了若干個影後，然後在最高點的時候開始慢下來，把身體留給自己，把選擇留給自己。有人問過她，你這麼努力，值得嗎？她的回答是，你突然認識到了一個新的自己，從不可能到可能，很有成就感。不說為了誰，不說證明什麼，就是我做了，我穿過去了，我認識了一個新的自己。這是李冰冰，一個東北小鎮出來的音樂老師，靠愚公移山走到了好萊塢的銀幕上，走過了娛樂圈最腥風血雨的20年，還站在那裡。好了，今天聊到這裡。如果你也想看更多關於這一代演員的深度梳理，點個關注，我們下期見。